就在我高考完的第2天，一对富豪夫妇找上门，声称他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激动落泪，欣然接受这份迟来的亲情。然而我选择了冷静的拒绝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。我现在的爸妈对我也挺好的。高考结束后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同学们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痛哭流涕，或是兴奋的奔跑，大家都是默默地收拾着个人物品，准备回家。高3这1年，我从未享受过一个懒觉，每天都是6点准时起床。高考结束后的第2天，我报复性的睡到了中午，迷糊间听到屋外的喧嚣声，伴随着女性的哭泣，我好奇地打开了房门，忽然一位哭泣的女士冲过来，就紧紧抱住了我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的乖儿哟。”我一脸懵圈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困惑地说：“我还是先去洗个脸清醒一下。”当我从洗手间出来时，大家的情绪似乎都平复了一些。我的老爹无奈地向我解释：“这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他们说医院当年把你跟他们家现在的女儿搞混了。”那位女士再次走到我身旁，握着我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，她的手柔软光滑，可能是常年养尊处优的缘故吧。她摸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：“其实我们1个月前就知道你们报错了，只是因为担心影响你和婉婉的高考，所以直到现在才来找你。你不会怪妈妈吧？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又开始擦眼泪。我只能拿起一旁的纸巾递给她，轻声安慰。我的老妈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要不你们今天还是先回去吧，给阿远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。这对夫妇点了点头。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老爹提议，要不一起吃个午饭再走吧。那位中年男人婉拒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得去医院看儿子，下次再一起用餐吧。至此，我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原来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，需要亲属的骨髓配型。医院检查才发现，养了18年的女儿并非亲生，这样他们焦急万分，于是就找到了当年生产的医院，翻查旧档案，这才得知孩子被报错了。家里的每个人都感到难以置信，尤其是哥哥和妹妹，他们一脸懵逼，显然还没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。老爹开口了，既然这样，阿月，你还是去和他们做个骨髓配型吧，毕竟那也是你的亲弟弟。我心里也在权衡，他们没有在1个月前来找我去做配型，说明他们还是考虑到了我的感受，不想影响我的高考。至于那个被报错的女孩，她的高考肯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高考前夕，弟弟生病，又发现自己并非亲生，希望他高考能正常发挥吧，毕竟经历过高3的人都知道那段日子有多难熬。第2天，那边父母邀请我们全家去酒店共进晚餐，以增进彼此的感情。他们还带来了苏婉婉，这个女孩确实长得亭亭玉立，举止优雅，看起来比我更有气质。这女人一见面又抱住了我，可以叫我一声妈妈吗？我尴尬的回应，妈妈。她激动的应援一声，哎。苏婉婉也感到尴尬，她不确定是否也应该喊一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最后还是老爹打破了尴尬，要不我们先入座吧，别让孩子们饿着，我家的孩子都是饿鬼投胎，一顿不吃就饿得慌。妹妹轻轻推了老爹一下，哪有这样形容自己孩子的。大家终于落座，菜肴也开始陆续上桌，其他人都在思考着各自的心事，只有哥哥和妹妹专心的干着饭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爹再次开口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将来读大学，工作后在家的时间会越来越少，我们就不分彼此了，让他们俩都叫对方爸妈，就当我们又多了一个女儿。老妈高兴的同意了，举起酒杯，让我们为成为一家人干杯，大家纷纷举杯响应。实际上，这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，2个女儿都已经成年，未来也会有个自的生活，没必要上演真假千金的戏码。这时，我的亲妈试探性的问，阿月，你能不能去做个骨髓配型？你的亲弟弟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。亲妈激动的泪水盈眶，低声喃喃自语，凯凯终于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。晚餐过后，亲妈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提议说，月月，今晚你和我们一起回家吧，这样明天去医院也方便些。老爹考虑到我和苏婉婉才刚刚认识，可能会觉得同住一时尴尬，于是问道，那婉婉要不要也和我们一起回家？亲妈摆摆手，坚决的拉过苏婉婉，说，不用了，听说月月在家里是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的，我怕婉婉和妹妹一起睡会不适应，我们家房间多，她们各睡个的会住得舒适些，放心吧。在车上，亲妈握着我和苏婉婉的手，反复表达她的喜悦。我看着眼前宽敞明亮的别墅，不仅有些发呆。虽然听说过亲生父母家境富裕，但没想到他们竟如此富有，光是家里的保姆就有10几个。此时一位40多岁的保姆走上前来，她热情地向我打招呼，小姐你好，请问你想喝点什么？我摇了摇头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亲妈一边脱下外套的给旁边的保姆，一边说，这是林依怡，以后她就是你的生活助理，负责照顾你的日常生活。亲妈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们。林依怡，带2小姐去看看她的房间。林依怡一边带路，一边细心地向我介绍，这个房间是太太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花了很多心思，提前为我准备好房间和生活助理。看来我的亲妈早已认定我会回到她身边。第2天早上，我们吃完早餐就急忙赶往医院，一路上大家都心事重重，没有人开口说话。如果我的骨髓不能和弟弟配对成功，那弟弟的希望就真的渺茫了。完成配对后，我去看望了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，他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努力对我露出一个微笑。我走过去，轻声向他打招呼，鼓励他好好养病，骨髓配对结果需要1周左右才能出来。这1周里，我的亲妈对我寸步不离，生怕我会离开。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在配对结果出来之前，我哪有心情去玩呢？苏婉婉这几天倒是很安静，待在房间里，既不出去玩，也很少和我们交流。1周后，
骨髓配对结果终于出来了，亲爹失望至极，亲妈更是痛哭失声，绝望的倒在地上，哭喊道：我的心肝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和弟弟的骨髓竟然没有配对成功。苏婉婉在一旁默默流泪，眼中满是忧虑。我走上前，试图扶起亲妈，谁知她一把推开我的手，愤怒的吼道：现在救不了弟弟，你就不难过吗？你看你一脸平静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。我瞬间愣住了，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现在应该是什么心情。说实话，我和弟弟只见过一面，自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。如果能救他，我当然愿意尽力，但如果不能，我心里虽然有些难过，但不至于痛哭流涕。我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过了一会，苏婉婉敲了敲我的房门，阿月，你在吗？我打开门，让苏婉婉进来。苏婉婉一脸关切，爸爸和妈妈刚才去医院看弟弟了，妈妈刚才对你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她只是太担心弟弟了。当初为了生下弟弟，妈妈吃了很多苦。我是以苏婉婉坐到床边，其实我并不怪妈妈，这18年来我们都没有生活在一起，对彼此都不了解。苏婉婉握着我的手，我并不是想和你争什么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。我相信苏婉婉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，她没有恶意。苏婉婉离开房间后，我悄悄地出了门，顺便在手机上预约了回家的顺风车。我来的时候没有带行李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。说实话，在这里生活让我感到一种精神压力，总觉得是自己闯入了别人的生活。至于和亲生父母，这18年缺失的感情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。回到家，老爹老妈一脸惊讶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往沙发上一躺，骨髓没有配对成功，我感觉在那里住着很不自在，还是家里的狗窝更适合我。老妈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，我看你就是适合住狗窝。这个家庭的氛围其实相当和谐，充满了自由和随意的气息。回想起刚上小学的那个时候，我和班上一位小女孩的名字不谋而合，我名为李子怡，而她叫做李子怡。老师为了更好的区分我们，同时保持公平，便根据我们的出生年月，称她为李子怡1号，而我则成了李子怡2号。因此回家后便坚持要改名。老爹无奈地询问我想要什么新名字，我想起刚刚阅读了越王勾结的故事，而越词象征着卓越和超越。就这样，父母按照我的意愿更改了我的名字，还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比哥哥的还要坚强。从小到大，父母似乎从未过多干涉我和哥哥妹妹的选择，无论是选择走读还是技术，或是选择文科还是理科，都由我们自己决定。尽管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平平，但我们生活得非常舒适。专业间，高考放榜的日子到了，那是一个周末，哥哥和妹妹都回到了家里，全家人聚集在书桌旁，看着我查询成绩。当电脑屏幕上显示出642这个数字时，全家人都兴奋地欢呼，恨不得立刻冲到大街上去庆祝。这个分数应该足以进入一所重点985大学。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，老爹老妈对我们的选择一向是开放态度，你对哪个专业感兴趣就报哪个吧，劝我选择经济金融类专业，表现得像是专家一样。生父挥舞着手指，不要浪费你的高分，你的养父养母只有中专学历，他们能给你什么建议呢？亲妈更是眉飞色舞，我们市的那所985大学的金融学专业就很好，离家近，以后还可以经常回家吃饭。我沉默不语，亲妈趁机又开始表演，带着哭腔，你甚至还在生我的气，那天我对你说的话太重了，我也是太担心你弟弟了，生父也变成了慈父，将来公司还是要交给你来管理的，能依靠的只有你了。但我对经商没有兴趣，也知道自己没有那个能力，我假装同意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的建议，我会按照你们说的学校和专业来填报。然后我转身填报了远离家乡的学校，并选择我感兴趣的物理学专业。当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一切都已成定局，亲生父母只能带着失望的表情祝我前途无量。由于弟弟还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心情举办庆祝宴会。我在微信上和苏婉婉聊天，询问她考上了哪所大学。苏婉婉很快回复了我，我听了妈妈的建议，报考了本地一所大学的舞蹈专业。听说你考上的大学很棒，恭喜你。我回复道，谢谢。最近父母在忙些什么？前几天打电话他们没接，也没有回给我。苏婉婉终于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，弟弟已经找到了合适的骨髓，准备近期进行手术。父母现在都在医院，我也在医院陪他们。我想，有了弟弟和苏婉婉的陪伴，他们以后可能不会再来打扰我了。大学生活多姿多彩，我也不想被家里的是非所困扰。我的目标是出国深造，为了申请到好的学校，我需要有高绩点和出色的活动经历。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提高绩点上，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。暑假的时候还留在学校和教授一起做实验。到了大4，我申请了几所国外的大学，在等待申请结果的时候，七妈打来了电话，月月，我现在在你读书的这个城市旅游，晚上能出来和妈妈一起吃顿饭吗？结交异性又有何意义？这样想着，我就给七妈发了条消息，我突然感到肚子痛，已经服了药躺下了，反正假期即将来临，我们回家再去吧。七妈象征性的问候了我几句，我拨通了苏婉婉的电话，感谢你的提醒，我并未出席那场聚餐。苏婉婉听起来明显松了口气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假期到来时，我终于和亲生父母一起吃上饭了。七妈带着肌肤的语气说，我可给过你机会了，徐锦这么出色的年轻人，本想介绍给你的，你却错失了。如果婉婉和他真成了一对，你可别眼红哦。我无言以对，我何曾嫉妒过他，但苏婉婉也真是的，若他真心喜欢，大可直接告诉我，我绝不会跟他抢的，何必玩这些把戏。亲爸终于透露了这次聚餐的真正目的，来公司帮我吧，公司最终还是要交给你的。自从弟弟手术成功后，他们便很少提及公司继承的事。我疑惑地问，不是还有弟弟吗？
况且爸爸你还年轻得很。亲爸显得有些焦虑，你弟弟那不争气的家伙怎能管理公司，交给你我更放心。这样吧，你明天就来公司报道。我刚想拒绝，亲爸就开始道德绑架，是不是要我跪下来求你才肯答应？说着他做出要下跪的动作，我连帮阻止了他，只能点头同意。亲爸又拿出一份文件，我已经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转到你名下了，你看我们对你有多大的诚意。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想验证一下我的亲生父母是否真的爱我。我同意去公司上班。苏婉婉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她一改往日的温和，开始对我冷嘲热讽。恭喜你，未来的女总裁，不过工作时可得小心，别哪天出了错，连命都搭进去。我平静的回应，如果你想来公司工作，可以一起来。又想起她之前发给我的短信，我也讽刺的回击，还是说你已经找到了金规训，以后都不打算工作，就安心做富太太了。我可没那福气。苏婉婉愤怒的说，爸妈把公司都给你了，什么都没给我留下，我给自己找个有钱的丈夫，这也有错吗？我不想和他争执。亲爸带我进公司，在股东大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我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。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我勤勉工作，表现出色，老爹满脸欣慰，感慨后继有人。完成一个项目后，老爹说要给我奖励，我把董事长的位置传给你，顺便让你成为公司的法人，怎么样？我愣了一下，毕竟受过高等教育，法人的责任我怎能不知？如果公司出了事，法人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委婉的拒绝，我还有2个月才毕业，而且我资历尚浅，哪有这个资格担任董事长呢？亲爸轻轻叹了口气，语气沉重，月月，实话告诉你，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现在我只是勉强支撑着，但你熟悉公司的运作，你听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我面露忧色，爸，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可以告诉我实情吗？亲爸摆了摆手，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，医生说我已经是晚期了。我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我犹豫地说，但是我对法人的责任也有所了解，如果公司出现问题，我可能要承担全部责任，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亲爸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很快又露出了宽慰的笑容，我还以为你不了解呢，看来我多虑了，我的女儿，你懂得真多。这只是我对你的一个考验，看来你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我也笑了，但笑容中带着几分尴尬。亲爸依然坚持要把公司的领导权交给我。在第2天的董事会上，他宣布了这一决定，股东们一片哗然，纷纷表示反对。亲爸安抚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大家不必担心，我会在幕后提供支持，时刻监督和指导我们的新任董事长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我会全权负责。股东们这才逐渐平静下来。董事长的职责繁重而复杂，我忙于会议和社交活动，还要审批计划，时不时的征求亲爸的意见。公司里的员工表面上对我毕恭毕敬，背地里却议论纷纷。我想，如果是我面对一个资历如此浅薄的董事长，也会心存不满。半个月下来，我感到精疲力尽，我意识到，可能我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，我更愿意每天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撰写报告。我的弟弟苏安18岁，因为健康问题耽误了学业，现在还在读高中2年级。他从小被宠爱，潜意识里认为公司和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。现在看到亲爸把公司交给了我，他自然感到不满。他找到我，威胁道，别得意太早，爸爸只是暂时把公司交给你管理，等我大学毕业，你就得还给我，你给我好好干，别让公司亏损。我笑了笑，回击道，你本事不大，口气不小啊，听说你的成绩都是倒数，数学才考了28分，连项目预算表都看不懂吧？我继续刺激他，这成绩你还不如跟苏婉婉一样，走艺术路线呢。苏安气得脸色铁青，冲过来就想打我，我迅速躲开，身后秘书及时拦住了他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亲爸呀，你还是找个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吧。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辞掉这份工作，就发生了意外。那天晚上，亲爸突然说想再看看最近什么。我审批了项目计划书，因为有些细节需要调整，那个项目计划书还未公开，所以我放在了保险箱里。保险箱需要我的指纹才能打开，于是我独自前往公司。那时已经深夜11点了，办公室的一角还亮着灯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我的秘书，他尴尬的笑了笑。今天有点私事，我请了半天假，所以晚上回来把没完成的工作做完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也别太拼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秘书终于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那我先去趟洗手间再回去。我走进董事长办公室，打开保险箱，拿起文件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我们这层楼的出口门被人从外面反锁了，此时办公室又突然起火了，而这个门却是唯一的逃生通道。我急忙拿起旁边的桶装水往自己身上倒，然后拨打求救电话，消防队那边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公司在40几楼，恐怕消防队的云天梯也够不着。看着火势越来越大，我只能用尽全力砸门，火势猛烈，浓烟滚滚，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弱，我不会就这样被烧死在这里吧？我绝望的想拿出手机给老爹老妈发送一眼，这时门外传来了哐哐哐砸锁的声音，是消防员到了吗？我仔细一听，是苏婉婉的声音，她在外面大声呼喊着，黎月，黎月，我也在里面用东西敲打着门回应她。火势越来越大，就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，苏婉婉终于把手砸开了。苏婉婉扶着我，我倚靠在她身上，喘息着。如果救援再晚一点，我可能就无法从那场灾难中生还了。消防员及时赶到，他们迅速进入办公室，开始扑灭火焰。我突然想起，我的助理还在办公室里，我大声呼喊，快去救他！我的助理在洗手间。经过一番搜寻，消防员终于在洗手间的一个隔间里找到了他，他已经被浓烟熏晕了。这场火灾怎么会突然发生？而且苏婉婉怎么会这么及时的出现在这里救我呢？在我的一再追问下，他终于透露了真相，
原来苏婉婉无意中听到了他亲爸在电话中只是他人在公司纵火，目的是要除掉我这个新任的公司总裁。他立刻给我打电话，但我的手机调成了静音，没有接到。他急忙赶到公司，正好看到几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匆匆离开，然后他看到办公室的门被关上了，里面还冒出了浓烟，于是立刻报警，并且用楼道里的灭火器砸开了锁。我愤怒又困惑，为什么亲爸要这么对我？苏婉婉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只记得爸爸和妈妈提到公司似乎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。他最近经常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的抽雪茄。苏婉婉又无奈的叹息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父母从小就更偏爱弟弟，当他们决定让你接管公司时，我就猜到公司一定出了问题，否则他们怎么会把公司交给你？他们只会把他留给自己的宝贝儿子。我太天真了，还想测试一下我的亲生父母是否真的爱我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想要我的命。我叹了口气，不管怎样，还是要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既然父母这样对我，那我也没必要对他们客气了。我的亲生父母在知道我遭遇火灾后，急忙赶来看我，当他们得知我安然无恙的时候，表情中竟然流露出一丝失望。亲爸假装关心，都怪我，早知道我就不让你去拿那个项目计划书了，这样你就不会遇到火灾了。母亲则表现得像是戏剧演员，幸好你没事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直接跟着你去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擦着眼泪，我拥抱了他，安慰道，这不是没事了吗？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等到亲爸出差的时候，我找到了亲妈，我泪眼婆娑的打亲亲牌。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还是亲生父母最好，你们把公司交给了我，在我遭遇火灾后，又那么关心我，我真的无以为报，也不枉我们对你的一番苦心。我在心底冷笑，你们的一番苦心就是让我为公司背锅而死吗？亲妈眼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喜悦，毕竟法人代表这个烫手山芋终于有人接手了。说完，我就拉着母亲去签署法人代表变更文件。法人代表变更还需要召开股东大会，这种变更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，那些股东自然不会有任何异议。趁着亲爸还没回来，我又找到了弟弟苏安，他依旧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，没什么事别找我，我们又不熟。我笑了笑，听说你最近零花钱被限制了。苏安恼羞成怒，你是来嘲笑我的吗？那就滚吧，我迟早会把公司抢回来，你这个外人有什么资格管理公司？我平静地说道，我现在就把公司还给你，我觉得当董事长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回学校实验室。亲爸也只是看我读书成绩好，才想把公司交给我，但成绩好就一定能管理好公司吗？我看未必，很多成功的商人都没读过大学。苏安听得眼睛发亮，有道理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继续诱导他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，可以自己做主了，既然你不喜欢读书，那就直接工作吧。苏安有些不满，爸爸也是的，都没让我管理过公司，就说我不是那块料。我提议，要不现在趁着爸爸不在，我把公司交给你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事情已成定局，他肯定会给你机会的。不过你也别告诉妈妈，你知道的，妈妈什么事都会告诉爸爸。苏安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我把律师找来，让他重新起草变更公司法人代表的文件。律师有些犹豫，要不要先问一下苏总的意见？我脸色一沉，现在我就是你的新苏总。苏安也跟他说，就是现在我姐才是董事长，别废话了，你就听她的。律师摇了摇头，内心感慨着年轻人的天真。又召开了股东大会，宣布法人代表变更。这些股东对我们家的闹剧已经不想再看了，他们低头玩手机，处理自己的事情，连会议内容都不想听。苏安很兴奋，他以为成为法人代表后，公司就是他的了，也难怪他会这么单纯天真，父母从小就对他那么娇宠，自从他生病后，更是一切都顺着他。父母原本打算等他上大学毕业后，再慢慢教他管理公司，所以他对这些事情才一窍不通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，他才18岁，还是个学生，能懂多少呢？我18岁的时候也在埋头苦读，准备高考。对法人代表这些也是一无所知，我又召开了股东大会，这些股东已经厌烦至极，以为我又在搞什么新花样。在听到我辞去董事长职务的时候，他们都纷纷抬起了头，震惊地盯着我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装作沉重的样子。我当董事长的这几个月，公司的业务还是一如既往，都没什么进步。我终于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资历上浅的我，在多重考虑之下，还是决定辞去这个职务，希望各位股东重新选择合适的董事长人选。我的亲爸这是终于赶到了会议室，他怒火中烧，更换董事长这个事，怎么不问过我的意见？当我是死的吗？苏安跟亲妈在门口看着，苏安犹豫着开口，爸爸，你别生气，既然姐姐不想管理公司，这不是还有我呢？话还没说完，亲爸怒吼着，闭嘴，你懂什么？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随便你们喽，反正现在公司更无关了。想了想，我又假装关怀的问道，爸爸，你不是患癌症了吗？怎么还发这么大的火？很劳神伤身的。各位股东面面相觑，我们怎么都不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所以爸爸才想把公司交给我，可惜我实在是不争气，作为最大的股东，却患了癌症，这可是会影响公司股价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爸爸终于出口解释，我没有癌症，不信的话，可以一同跟我去医院检查。我疑惑，得癌症是假的，那公司出现财务危机也是假的。亲爸大声喝住了我，你在乱说什么？这都是没有的事。我火上浇油，那不然你干嘛转移资产到国外，还叫我做法人，还做假账本？各位股东终于坐不住了，大家纷纷要求查公司财务账目。苏哥，可不带这么坑我们的呀！我今年听你的劝告，又多投了钱进去，还不是因为信任你，不然我早就卖掉股份了。你别想着全身而退。我给你拼了！趁着公司混乱，我急忙溜走了。同时，办公室放火的凶手也找到了，是苏婉婉报的警，
然后上交了录音，录音上表明是亲爸支持人放火的。而且苏婉婉去公司救火的时候，中途还碰到了那2个放火的，靠着苏婉婉的指认，也终于抓到了人。秘书还在医院昏迷不醒，亲爸被抓了起来，他被起诉买凶纵火伤人。我把之前在公司收集到的账本交了上去，公司又被查出偷水漏水以及苏氏夫妇行贿的证据。而我在这公司才做了几个月，之前的账目跟我无关，加上我主动提供账本，认罪态度良好，所以无罪处理。亲妈找到我，气急败坏的想冲上来打我，你这件蹄子，造反了你连你亲爸亲妈都举报，还是不是人？我一把甩开了他，那也好过你们想让亲生女儿死。亲妈喘得粗气，嘴里还咒骂着，当初你一生下来，我就应该直接掐死你。我冷哼，晚了，等你们行贿的罪名彻底落实判定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在牢里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继续骂人，我要看看是你活得久，还是我活得久。公司已经清盘破产，而苏安作为公司的法人，自然也要负上责任。这个好消息，怎能不让我的亲爸知道呢？我去看望了亲爸，才一段时间不见，他就憔悴了好多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胡子又乱又糟，活脱脱老了10岁。我开门见山，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猜是什么？亲爸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，无非就是公司清盘破产，我早就预料到了。我笑了笑，你就不好奇公司那些账本我是怎么找到的？他沉思了一会，我一向是放在家里书房的保险箱是苏婉婉这个贱人，枉费我们对他这么好。我冷哼，你们对他好，就不会让他去陪客户上床了，还是年纪跟你一样大的客户，要不是他机灵逃脱，后面又谈了个富二代，你们指不定还怎么逼他呢？他早就恨透了你们，所以才会跟我离外合。亲爸喃喃自语，那时候就应该多派2个人，把火势加大一些，烧死你。苏婉婉这件人，那时候还说他只是碰巧路过，看到公司着火才去救了你，我早该怀疑他的。我盯着他的脸，可惜我命大，后面被我查出了你放火烧我的目的。亲爸曾经害死了他生1伙伴的女儿，所以人家后面来寻仇了，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，以至于公司连连亏损，到最后就出现了财务危机。亲爸向的人求饶，既然我曾经害死为你女儿，那我便用我亲生女儿的命来赔你。至于让我当上董事长，他是想把以前公司亏损的钱，我之前来到我接手的项目上。如果我真的去世了，那么那些股东看待他失去女儿的份上，也不好太为难他。他并不想申请破产进行财产清算，他是想偷偷的转移剩余的资产到海外，到时候留下公司这个烂摊子的一帮股东。他甚至在实施这个计划前，还给我买了很多份人身意外保险，真的是用心良苦了。可惜这个很多的计划被我跟苏婉婉看破了，如今才能反过来对付他们。亲爸，这是一反常态的笑了，别忘了你是公司的法人，你也是要负上责任的。我就在牢里等着你。我佯装震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弟弟没告诉你，他早就跟我换了，如今他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。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懂，还乐得屁颠屁颠的，哈哈，我的亲爸呀，这是惊讶的话都说不出了。我整理好心情，妈妈不知道弟弟变成公司法人，所以很放心的把你们的海外资产和账号密码都告诉弟弟了。现在你们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都被追回来了，用来偿还公司债务。亲爸恨得咬牙切齿，你不得好死，等你们出来的时候，什么都要从头开始了，还是自求多福吧。说完我就走了，终于有时间回去看完我的老爹老妈。他们怪我这段时间那么忙，倒在看到公司出事时又很为我担心。老爹纳闷，你是说你爸坐牢是因为想放火烧死你，让我捋捋这些先，很难想象吧？真的会有父亲想烧死自己的女儿？老妈摸着我的手，感慨万千，你没事就好，真的，我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大家都平平安安的。老爹对我说，你还是继续读书吧，实验室更适合你，你读研我们也会继续供你读的。我只能感动的点头答应。苏安婉也来了，她看起来一副轻松愉悦的模样。他找我聊天，我早早就把手里2%的公司股份给卖了，然后又涉及跟徐锦分手，拿一笔分手费。你要出国留学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赞助学费。我纳闷，为什么要给钱我？苏婉婉跟我道歉，其实我早就察觉到爸妈利用你了，可我没有及时跟你说，也没一早告诉你我在苏家的待遇，以至于你轻信他们，还差点被火烧死。我笑了笑，没关系，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哥哥和妹妹也回家了，我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。我跟老爹老妈具体说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，他们也是一脸唏嘘。谁能想到有这样子推女儿进火坑的父母呢？以后我就只有你们这对父母了，你们可不能再推我进火坑啊！老妈笑呵呵的，你就算一辈子当老姑婆，我也懒得理你。老爹一脸关心，晚饭没怎么吃吧？我去给你们做宵夜。老爹一边走去厨房一边念叨，给这2个宝贝女儿做好吃的。妹妹此时从房间探出头来，我也是你的宝贝女儿呀。哥哥也打开房门，还捏着嗓子模仿妹妹的声音，我也是你的宝贝女儿呀。老爹老妈无奈，你们这几个兔崽子真是一刻不得消停。老爹一边打开冰箱一边傻笑着，转眼就到了我出国读研的日子。老爹老妈为我做了丰盛大餐送别，都是我们爱吃的菜，大家热火朝天的开吃着。可吃到一半，气氛就有点低沉了，毕竟下一次相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老妈忍不住哽咽，以前你哪怕去了外省读书，但是一到放假就回来，现在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妹妹忍不住插嘴，一定要经常跟我们视频电话，不然你偷偷瞒着我变美。哥哥依旧是吊郎当的态度，苟富贵，勿相忘啊，有出息了别忘记提携小弟我呀。可转而他又诚心安慰我，放心吧，我先换了一份工作，离家很近，每天都可以回家吃住，爸妈有什么事我也会照料的。妹妹贫嘴道，过2年等我毕业时，
我也打算考家附近的教师，倒是也可以天天回家蹭蹭喝。你出去留学吃不到老爹的饭菜，真的是太亏了喽。老爹难得严肃一次，人各有志，尊重孩子们的各种选择，无论有没有出息，你们4个都是我的孩子，最重要的是你们健康快乐，只要是你们认为值得做的，我跟孩子妈都支持。苏婉婉听了这话，也红了眼眶。我们举起酒杯，一边喝酒一边唱着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最后，芒果布丁祝您发财，祝您家庭幸福，每日更新好看的高质量完接文，全文完。